近期，美方又开始打起了台湾牌。有消息称，美方正考虑民进党当局提出的将台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的可能。对此，岛内绿媒十分兴奋，声称如果成真，此举将是台美双方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进展。不过，岛内网友却清醒得多，直斥又在空喊，毫无意义。英国《金融时报》10日报道，据美国内部人士透露，华盛顿当局正在考虑台湾当局就台驻美代表处更名的要求。报道称，本周五，美国和民进党当局的高级官员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举行了一轮名为“所谓特殊通道”的会谈。民进党当局的成员包括了安全会议秘书长郭立雄和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由于美国限制台湾地区高级官员访问华盛顿，因此他们无法前往。消息指出，这项更名案得到了白宫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的力挺，国安会内部和国务院处理亚洲事务的官员也表示了支持，但最终还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拍板定案。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记者问到此事时，拒绝进行回应。对于这一消息，台湾中央社和联合报等台媒声称，若更名成功，将是台美关系自1979年以来最具象征意义的进展，但此举也势必会冲击到中美两国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金融时报也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名的举动将会激怒中国大陆，并给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带来更大压力。同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也对更名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称，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加强台湾安全的有意义行动上，而不是象征性的挑衅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代表处可能更名的消息，岛内舆论议论纷纷。台湾前驻外代表谢文琪11日接受台媒采访时回应称，民进党很高兴，但这些些微的更动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实质意义。一迢迢飞到美国，又跑到这个华府以外的地方啊，吴钊燮到华府到美国都进不了华府这一点，那么吴钊燮都突破不了，那你想要改名的话，是一个非常困难。改名就能够有疫苗吗？搞错重点。所以从此也可以看出，其实人命在蔡政府的心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一方面是需要这种，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就是依靠外部势力来谋取独立。所以说，这无疑对他来讲是饮鸩止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甚至是乐见美方给他提供这种，不可就是很不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幻想，以此呢来为自己的台独来壮胆。但是其实呢，可能最后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台湾网友直指，美国好像给了些甜头，但实则什么实质利益都没有，很可能是骗民进党当局再买过时武器。岛内舆论担忧，并非没有理由。就在蔡英文当局请求美国改名之际，台湾又收到了美国的巨额账单。据台湾联合报12日报道，台海军此前对美采购100套岸置鱼叉导弹系统，因预算紧张，曾向台立法机构允诺先买32套，其余68套视情况另行购买。报道称，上个月在美方国安高层强势要求台方必须一次买齐下，台海军因此被迫提交新发价书，以此编足高达866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采购100套鱼叉与阵地兴建预算。报道指出，买这些破铜烂铁的钱，够让全台湾老百姓每个人都打足10剂疫苗了。民进党当局与部分美国政客操弄证明把戏，不仅不惜血本，而且是蓄谋已久。去年12月17日，美国7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鼓动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今年5月28日，美国数名众议员又提出所谓台湾外交检讨法案，意图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并且为台湾驻美官员颁发专用签证。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一项法案，鼓噪美国与台当局扩大经贸关系，就台湾驻美机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展开协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因为冒出所谓独家消息，称拜登政府正考虑评估要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所谓台湾代表处，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并且最终得到了落实，
那将意味着几个本质性的改变已经出现了，一个是中美关系的本质性改变，二是美台关系的本质性改变，三是两岸关系的本质性改变，四是台海局势的本质性改变。我们知道，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中的核心内容，更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与前提条件。这就是美方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命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原因，其目的是要突出这一机构的地方性、非政治性与非官方性。但是，假如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就具有了非地方性、政治化与官方化的色彩了。因此它也就自然意味着美台关系的质变，而美台关系的质变必然会引发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还有台海局势出现地动山摇式的改变。除此之外，这一改变还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核心就是在究竟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岛内基本法律规定的宪政权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无论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岛内基本法律规定的宪政权，其涵盖范围都是一样的。因此从本质上面来讲，它还不能算是在支持台独。但是假如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这就是在赤裸裸的支持台独，而这一行为也是违反了美国自己的法律，也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性质的恶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的让岛内宪政权重返联合国。大家知道，不久前立陶宛准备设立台湾代表处的时候，中方立即召回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方面也召回驻中国大使。美方难道不忌惮此举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吗？中方又将如何反制呢？我认为，假如美国也要这样做，那它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越立陶宛的行为。中方的反应无论多么强硬都不为过。这一是因为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是立陶宛远远无法比拟的，二是因为美国是台独势力幕后最大的撑腰老板，他将对台独势力发出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错误信号，三是因为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具有示范效应，在美国迈出关键性的这一步之后，接下来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将会跟上，请起而效仿。因此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无疑就符合了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的发生了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这样一个基本要件。也就是说，这等于是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潘多拉魔盒子。接下来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本人都不会感到惊讶。假如这件事情发生了，那至少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会全面停止下来。也就是说，美国这个莽撞而愚蠢的举动将彻底把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逼到没有任何转圜空间的死角中。当然了，在这里我也想敲打蔡英文当局。我知道虽然美国是这件事情的关键性的决定方，但他的始作俑者仍然是蔡英文当局。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蔡英文就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当成了外事领域的重点努力方向。最近几天来，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和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还专门跑到了美国，跟拜登团队在为此进行紧锣密鼓的秘密会谈。在《金融时报》曝光这件事情之后，蔡英文当局还有些沾沾自喜。不过在蔡英文当局看到巨大的机遇的同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超级巨大的风险。我相信，假如这件事情真的变成了现实，那中国大陆在跟美国死磕之前，一定会先行出手，
拍死蔡英文当局。